Hello， 大家。那今天是我在瓜纳花透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昨天走过他们瓜纳花透中心的有一条街的时候呢，他们那个街上有好多那种炭火木头，就是烤的这个鸡，有点像我们美国的 rotisserie chicken， 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用这个炭火加上木头烤的，就看起来特别好吃，就在那边流汁子一样。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馋得不得了，但是因为我路过的时候我正好已经吃过饭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觉得今天走的最后一天一定要来尝一下它这个烤鸡。然后我是买了2家，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看哪一家比较好吃。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这个第一家的啊，这包就是米饭，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烤鸡，这个就是它的给你一点沙拉，就是像 coleslaw 一样，然后这个就是给你一点 jalapeno。先看一下这个鸡，这个真的，这个鸡简直比美国我们在 Costco 买小不要太多，它真的就是一个童子鸡。然后我是要了半只，它这个鸡肉呢，跟美国的鸡肉比起来，它比较紧实，就是好像比美国的鸡肉要瘦很多。然后这个鸡翅膀吃上去有点干，它可能因为烤的时间比较长。一家的调味跟我在美国 Costco 吃到的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然后它这个鸡翅膀很小的，它的这个鸡的里面你看还稍微有点干的，我觉得它这一家好像稍微烤的有一点，它的皮比较咸，但里面的肉没什么太大味道，总体来说没有我看上去的那么好吃啊，因为我走过的时候看到那个，我觉得它看上去特别好吃，但这个吃起来好像也就还一般。总体它肉质偏干。接下来我给大家尝一下我买的第2家。那第2家呢，是我那天路过的时候买了，因为我吃过饭了，所以我尝了一下它的鸡脖子，我觉得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今天呢又去买了它的鸡脖子，还有它一整只烤鸡，因为我想买2家做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它们的味道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是我单另买的，这个是鸡脖子，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一整只鸡，但是它给你切碎了。然后它给了我2个这个烤的这个 jalapeno， 里面有这个 jalapeno， 这个是烤过的。我觉得这一块的卖相就明显比刚才那一块就感觉它的味道重很多。你看下它这个调料，包括这边它调料都撒得很满，而且它就是稍微烤的比那个焦。好，我帮大家尝一下。哇，这个应该是我吃到的 one of the best rotisserie chicken， 就是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绝对是 one of。它的鸡肉非常的 juicy 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皮烤得很焦焦的、嫩嫩的。然后它非常的入味，就跟刚才那块相比，刚才那块就是很淡，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它这个就里外都抹满了香料，非常非常的入味。我觉得这2家当时我买的店，他们就是大概相隔可能不到50米，就离得非常近，然后这个味道差距就这么大，就这一块就比那一块好吃太多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嘛，出来旅游，就是因为你不太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你很难知道你买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好吃。比如说像我刚才，如果我买了第1家，我没有选第2家的话，那我很可能就觉得，哎呀，瓜纳花透的烤鸡一点都不好吃，很淡，跟美国的烤鸡也没什么差别。但是真是因为我要尝试一下，要比较一下，然后我买了第2家，然后我就发现那个烤鸡非常非常好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大家出来玩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怕尝试，有时候你就去尝试一下，没一定发现了一个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出来玩的话，旅游的话，最重要就是尝试。然后我们尝一下这个 jalapeno，
这个不是很辣，然后有一点点辣，就吃到后来稍微有点辣劲到嘴里，一开始吃下去没有觉得很辣，然后它烤的没有很焦，有点像水煮的一样。那这边呢，我一边吃鸡，也一边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这回来瓜纳花特的感受吧。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瓜纳花特可能不是很适合，比如说大家以前要是从来没有来过墨西哥，那你第一站可能不太适合来瓜纳花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在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小城。它没有太多的旅游景点，然后它大部分的这个景点呢，就是比如说像博物馆啊、教堂啊，然后一些比如说 iconic 这个建筑啊，那就是这些地方可能很快就逛完了。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大概用了1天半2天的时间就把该逛的景点都逛完了。那剩下的时间呢，基本上你就是在城里面转一转，然后吃一吃它的食物。所以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墨西哥呢，可能我不会很推荐你来这边啊。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这边的人呢其实不是很会讲英文的。比如说我在饭店啊，或者是在买这个鸡的地方，他们都是不太讲英文的城市嘛，所以他们不是一个特别集中的，或者说在美国人眼里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旅游城市，所以不像坎昆啊，或者是不像 Mexico City 啊，大部分人可能会讲英文，他们这边的人不太会讲英文的。如果要是你已经来过墨西哥了，然后你想找一个典型的，就是有点像墨西哥的一个小城镇，它带有这种很有历史，然后很有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殖民主义时期的遗风的这样一个城市来逛一逛，我觉得瓜纳花特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就是它你不用在这边待很长时间，就大概我觉得两天时间可能就够了。然后在此期间呢，你可以到这个叫 San Miguel Allende 去 take a day trip。它这个鸡翅膀，也比我刚才吃到的那个鸡翅膀要 juicy 很多。刚才那个鸡翅膀完全是干的，咬不动。那说到这边的住宿的话呢，它是比别的地方便宜的，就是我住的 Airbnb 一晚上大概平均价钱50-60吧。如果你要是住大一点的，可能也就是100多块钱左右，它不会很贵。但是住宿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了，就因为瓜纳花特它是一个山顶，大家在背后也看到了。你去哪里都是要爬楼梯的，它有点像里斯本了，也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重庆。然后我真的是每天爬楼梯爬到吐血，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你在订这个酒店之前，你跟酒店你要 message 他一下，然后跟他问好，说他的这个房子是不是住在山顶上，是不是要爬梯。如果你要是看到它 view 很好的话，那 most likely 你是一定要爬楼梯的，因为 you are paying for the view, right？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不想要爬楼梯的话，那你最好选择山下面的，它市中心也有一些酒店，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爬山了。然后关于物价的话呢，这边的物价其实是没有 Mexico City 便宜的，因为我当时在 Mexico City 做了一个这个就是你拿$10在 Mexico City 能吃多少东西嘛，然后大家可以去check out 这个 video。但是我跟你讲，在瓜纳花特$10是吃不了那么多东西的，因为这边的物价蛮贵的。像它这边的话 ，taco 一个都要25块钱左右，差不多要比 Mexico City 要贵出来30-40%吧。我在想它有一个原因啊，因为我在路上也碰到一个中国人，他这边太阳有点出来了，把眼镜戴上。就他有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它这边的交通不是很方便，因为它是在山里嘛，它所有东西都要这个运进来，不是很方便。而且它的路啊，大家看我的视频就知道，它的路都是这种石板路，就是就17、18世纪保留的这种石板路，它没有铺水泥路，然后这个街道都非常的窄，所以它车基本上是开不进来的。所以这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食材，就导致它食材会比较贵。那么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还比较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像我在以前的视频也说了，就是其实墨西哥大家有很多误解，就觉得墨西哥特别的乱，然后毒枭啊，或者 cartel 啊，或者是什么 gang 啊。其实如果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
就知道其实墨西哥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大部分还是老百姓很太平的这样的生活。那个是有存在，但是肯定是一小部分了。那瓜纳花头更是这样的，就它这边我感觉就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小城市，在这几天我是一直觉得非常安全的。而且这边的人呢，他们特别的淳朴，就是我到哪里去，到景点去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比如说你有兴趣，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东西有兴趣想要买啊什么的，从来没有人会上来 hustle 你，就是他们都是你买，然后你问他们价钱，他们就告诉你价钱，他们不会迫使你说他这个东西多好让你买。在墨西哥不会有这样的，或者说我不知道坎控现在怎么样了，就至少在我去的这些城市是没有的。那么支付是这样的，在瓜纳花头呢，它是没有 ATM 的，因为我在 Mexico City 基本上都是在它的 7-Eleven 的 ATM 取钱嘛，但是瓜纳花头它是没有 ATM 的，但是它有银行，然后大部分的地方呢，它是不收信用卡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过来的话，一定要记得带现金，带够现金一些买东西的地方，比如说买衣服啊，或者是很大的超市，它是有信用卡，但是小的像这种我买烤鸡的地方什么，它是不收信用卡的。好了，那么我们这一回到瓜纳花头的旅行呢，就到此结束。明天早上呢，我会坐大巴到墨西哥中部的另外一个城市，叫 Santiago de Guerrero， 然后它简称呢叫 Guerrero。然后这个城市呢，比瓜纳花头要稍微交通什么都稍微便利一点，也更发达一点。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栏给我留言。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墨西哥旅行系列，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